好看，还是这个好看？你问我？咱俩平时穿衣服风格又不一样。哎，你就给我选呢。我都行。姐妹们，哎，看这17楼的房租啊，又涨了啊，咱给抓紧时间看，抓紧时间定了，不然将来还有可能再涨呢。那咱们预算够吗？说实话，有点紧张。但是要是咱们能够跟他砍砍价呢，谈下来的话，勒紧裤腰带吧，也还能凑合。咱们为什么一定要租到梁生所的头顶上？勿忘初心呐，小同志。咱们成立樱花所不就为了这一天吗？你好，哪位是夏女士？哦，我是我来取件。展强。喏，再和您对一下取件信息。取件码是3161，是1个小时同城达吧？是，给你再确一下收件信息。景熙集团刘正军是吧？对。到付是吧？是。谢谢。好。不是，小叔，你给刘总寄东西寄什么呀？录音笔啊。什么录音啊？就是许卓拒绝调查万和海外资产的录音。他告密害人，玩弄女当事人，坑害同行，总该有点报应吧？夏叔真有你的，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呀！我这是给自恋的中年油腻男人一点教训，也算是为广大被戕害的女同胞和无辜律师一点贡献了。看样子，这主业所又要掀起腥风血雨了啊！查清楚了没有？这封匿名信谁写的？刘总，我们正在查。信里提到的万和的那串贵金属，的确是真的。刘总，你看，来，还有这个，您听听。徐老师，我听说那个万总的女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我有个同学也是那儿毕业的。需不需要我找那个同学去调查一下万老板的女儿？调查他女儿，没必要吧？咱们如果查一下呢，就能更好的掌握万和的资产情况，就是得花点小钱。多少钱？也没有多少吧，总不会让卓越所破产。先不需要。徐大律师，我今天可真是双喜临门呐！你说说吧，这段录音是怎么回事啊？王磊，你可来了！怎么了？几个万和的债权人找到所里了，他们说他们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上说万和在冲账期间，万总的女儿买了一船的贵金属，价值3亿美金。冲账成功以后啊，没有靠岸，直接转移海外了。匿名信？哪来的匿名信？我也不知道，但他们说，匿名信里附带了一家美国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截图，看起来不是空穴来风。他们现在情绪很激动，我们要赶紧上去。看，记着。把张志、赵斌叫上一起。这段录音和这封匿名信已经足够说明你压根儿就没有做到勤勉尽职的义务，你的工作存在着重大失误，你让我白白损失了好几个亿，你这是渎职啊，许卓！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这封信上说的是不是真的？刘总，许卓，你要小心说话，现在从你嘴巴里说出的任何事情，你都是要负责任的。我们的人可都在录着音呢。我现在没有办法向各位解释，因为我不知道这封匿名信上所说的是否是事实。那方律师是否认有这件事情吗？我没有否认，我只是没办法证明它的真伪。那看来我们就到法庭上去证明真伪了呗。
我们在做管理人期间，我们用尽了我们所有的资源，调查了万和的财产状况，把他们隐匿转移的财产也都依法追回了，就查出来2亿。那这个信上呢，突然说有3亿美金的资产流向了海外，而且还在公海上飘着。如果他说的是在公海上飘着的话，我想问各位，我们能用什么渠道能查到呢？你一开始信誓旦旦地跟我说，万和不明去向的资金只有2个亿，只有2个亿还未必能追讨得回来。你当时劝我趁早赶紧拿钱走人，可事实呢？事实是有3亿美金啊，许卓。如果加上这3亿美金，万和的资产就超过30亿，这和重整之前外界传闻的基本是相符的呀。那我们拿回来的就不应该是30%几，而是将近60%。我们蒙受的损失，谁来买单？你们跟战略投资人奇乌集团在利益上是不是有什么交换？我以人格担保，我们和奇乌集团没有任何的交换。但是18个亿和30亿接盘能一样吗？你们是牺牲了我们中小债权人的利益来成就了他一家，还敢说没有收到任何好处？我付给你1000多万的律师费，是让你负责每天监工量证所的吗？要是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责任首先是量证所，尽职调查义务是他们的。我们除了管理人的费用，没有多收1分钱。你们拿了5000多万，却对万和这么大的资产在外，你们一点都不了解吗？难道你们这些管理人就只会坑害我们这些人的钱吗？量证所的责任我一定会追究的。我现在问的是你，我给了你这么多钱，你做的尽调呢？许卓，你等着接传票吧。咱们跟他们还有什么可聊的？咱们法院上见。夏总，马总，李总，你听我解释好吧？你听我。咱们在香港，那封信是从哪儿来的？不管哪儿来的，截图上来看，应该是真的。王烈，想想办法。韩主任回所啊？气势挺大呀！去我们所啊？有事儿？去你们所上面那层干什么呀？啊，我们律所搬家了，正好搬到你们上面。哎呦，学会吹牛了！上次你就说要搬，也没见你们真的搬呢。嗨，上次是踩点嘛。韩主任，这以后你们16层，我们17层，咱们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了。没事多走动啊。哎。多走动啊，韩主任。都干什么呢？聊什么天儿？没事干了是吧？都好好干活。小强，发什么愣呢？不想干了是吧？啊？韩律师，所有合伙人都在会议室，方律师，请你赶紧过去。好。小刘，把我包放办公室，都好好干活。散了吧。啊，对，师傅，啊，抓紧，就我跟你说这事儿。说什么？啊，对，抓紧时间落实，我心里没底。啊，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这？您看看这个。好了，一会儿跟你说。好了，这。这什么情况这是？
各位，今天是咱们律所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我们遭人陷害，有人给万和的债权人发了匿名信，匿名信上指责我们在万和的资产上没有做到尽职调查，导致有3亿美金的资产外流。刚刚我们接到了法院的传票，万和的几个债权人把我们告了，向我们索赔2个亿。2个亿小数啊！2个亿啊！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匿名信上所说的内容属实，但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2亿啊！我们砸锅卖铁，这一家人扎起脖子来不吃饭也赔不起啊！人家要索赔了，你们把我们叫来了。当初组织管理人团队时候，怎么不叫我们啊？3亿美元的物资在外边飘着，你们愣是没有查出来。你们在这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解释啊？陶律师，我辛辛苦苦干1年才挣几10万，还有房贷，还有车贷。我老婆刚刚给我生了第2个孩子，刚生。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把我们卖了也卖不出2个亿呀！方律师，方大律师，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总得有个人负责任吧？站出来个人负责呀！谁负责？给个说法。那个我说2句哈，这个方律师，虽然合伙人对律所负有无限责任，这不假，但是万和案是你们几个人做的，是吧？这个巨额的利益我没权利分配，那巨大的风险我也不承担。对，当初我想参与管理人团队，你们都不要了，现在想让我们一起担责，门儿也没有。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不担这责任啊！不担责，没门儿！今天必须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不然谁也别走。夏叔，怎么样？这确实是个好地方，关键是咱们租这儿能压梁成所一头。秋花，你呢？我觉得咱们不在17楼，照样能赢他们。哎呀，可是这儿真的是我的一个理想，真想一鼓作气就把这里拿下。哎，出事儿了！怎么了？你看，梁成所被起诉了。这新闻上说，万和的几个债权人把梁成所给告了，索赔2个亿呢。还有鼎鑫要起诉卓越所，索赔几千万。2个亿？那他们起诉梁成所的依据是什么呀？你说呢？强哥，听说咱们所要赔2个亿，梁成所是不是要黄了？要不咱走吧？哪儿走？二哥，咱先走再说嘛。现在传要成了那个是2个亿呀。王律师，哎，快说！先给我们证票！这个档事我说清楚了。分红，在打官司之前必须把红给我们分了。没错，让我们交提成的时候，你怪积极的；一到分红的时候，你一拖再拖。如果现在不分红，等到对方查封咱们律所账号的时候，到时候咱们想分也分不了了。没错，王律师，去年应该分我20几万，所里说要发展就没分，今年我还有20几万。你们只要把这50几万给了我，今后你们万科项目挣的钱我1分钱都不要，有事你们也别来找我。还有这匿名信的材料是从哪儿来的？那肯定是罗英子和秋华他们搞的呀！当初要不是你们把他们开除了，他们能跟咱们所为敌吗？没错，你们单开除他俩也好，还弄进来一个陈硕，那陈硕和罗英子啥关系你不知道吗？现在倒好，他们里应外合，把我们律所都给搞垮了。哎，曹律师，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引荐陈硕过来？这引进来也就算了，他和明山打官司的时候，你非得要跟他切割，要不是因为你这么绝情，他现在能和罗英子他们联手打咱们所吗？就是陈硕是我引荐的，但是你要知道，他给我们所创造了多少价值，还有，跟他切割是合伙人会议共同的决定，你怪不到个人头上，说什么都没有用。方律师，方律师，你给说把话说了，方律师，你必须交代，你必须今天给我一交代。我挣不到钱，我今天就不走了。说呀，快说！你们想让我说什么？
你们想听什么？自从梅先生离开良城所，在这接下来9年当中，良城所遇到多少困难？哪一次你们出面了？是不是我方力宏一个人顶着？你们干了什么？现在大难临头，你们却把责任全推到我一个女人身上，你们好意思啊？这老板事儿，别说了，这有什么关系啊？高队长，完了，良城所完了，连她都自称女人了。道长，你说几句。你有这么好问啊？你说。要出去吧！哎，早上是吧？看看看，你把他拉上去，关你什么事？看呀，出来！别管告情吗？关你什么事？不能进！出来！你打拳！大家动手！梅先生，方力宏呢？在里边。老师，赶紧把眼泪擦干。哭什么哭？这律所还需要你呢。我是良城所的创始人，也是督导合伙人。我回来了。过去的事情，我进行了反思。我和去世的老于做了许多不对的事情，在这儿，我给大家道歉。别这样，梅先生。现在，良城所遇到了灭顶之灾，但是，良城所不能垮，良城所必须要活下去，因为我们所有的合伙人对律所都负有无限的责任，一个都逃不掉。梅先生，他们要咱们索赔的那可是2个亿呢，这不是什么小数字。大难临头，逃也逃不掉，抱怨没有用，我们就全力以赴的应对这次诉讼吧。只要对方手中的证据是真实的，我们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尽可能的把损失赔偿降到最低。也许我们会把良城所所有的家当都赔光，也许我们每个人的资产都要用来赔偿。但这有什么关系啊？只要良城所还在，一切都有希望。熬下去，东山再起就是了。我没有律师资格，这个案子谁能出庭？要不然我来。李红，如果你这次退缩了，你这一辈子可就起不来了。你确定？
你不来吗？老师，我希望你能来跳跳，你背后还有我。嗯，好，必须是我。但是我要求陶正、还有张志，还有老韩一起。来，进来吧，我们讨论一下。好。事儿，不是他那个，各位，听我说，梅先生既然来了，那我们就等他们商量出结果以后再说，好吧？良城所还没散呢。不是，看起来确有其事。当然，全部信息还需要他们递交到法院之后，我们才能看到。消息从哪儿来的？肯定是罗英子跟秋华，他们俩参加了卓越所的律师团队，对万和案十分的了解。再说那个夏叔在美国也有关系，难怪他们刚才耀武扬威的来看房，还专门看17层，这不想踩在咱们头顶上吗？罗英子，她在17层啊。我也是刚刚知道，她要搬17层吗？我刚刚碰见他们了。老师，罗英子可是您的关门弟子，她对我们下手可真狠啊！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看房呀？真是太寸了。走吧，同志们。我就不跟你们一起走了，我约了郝磊。哟。你说这会儿要咱下去遇见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是咱们害了他们？你怕什么呀？咱们又没做错什么。走。哎，梅先生。喂，梅先生。英子，你在17层？啊，对，我们来这儿看房来了，正准备要走。我在你脚下，你下来一下。我有事想问你。在我脚下。赵律、杨律。梅先生，方律师，罗律师到了。梅先生，坐。您找我有事儿？您给我看这个，怀疑是我发的。我不问，你自己说。您不问，我也不答。这封信上面写的是真的，我知道。不管是不是我发的，良城所在万和资产调查这件事情上，确实存在着工作瑕疵。今天如果被追究，那也是咎由自取。至于是不是我发的，就看各位的判断。还有别的事吗？没了。
欣欣，肯定是他。不是他，黑象是个睚眦必报的。我觉得也不是他。那就是秋华，或者是夏叔。不要猜，他说的对。梁成锁在万和案中确实是有瑕疵。那他们起诉梁成锁的依据是什么呀？你说呢？这会儿要咱下去遇见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是咱们害了他们？你怕什么呀？咱们又没做错什么。我回来啦，回来了。老姐，嗯，鼎新要起诉许卓的事儿是彻底传开了，连郝磊都知道了。哎，你说这许卓要真赔上几千万，法院不会连底裤都不给他留吧？你的录音功不可没。我的录音充其量也就是能证明许卓未尽勤勉忠实义务。还得是那封匿名信，横扫了卓越所，团灭了梁成所，还是邱介牛啊？你也觉得是他发的？那不然呢？罗姐，你别多想，那许卓比我们可狠多了。你看他那样，不解气吗？可是，万和的许多债权人都接到了那封信，梁成所也被债权人给告了，索赔2个亿呢。我回来啦。哟，正好都在呢。哎，我要跟你们说件事情，万和的债权人要委托我们代理他们和梁成所之间的索赔诉讼。这个案子咱们能挣1000多万。你们要没意见，我就跟他们签代理协议了啊。秋华，那个匿名信是你发的吧？是我。怎么了？我只是把事实告诉受到蒙骗的债权人，我做的不对吗？没什么不对，我就是觉得，要不这个案子咱们就不参与其中了吧，好不好？为什么不参与啊？放着钱不挣啊？我也觉得有点别扭。不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了。他们当初把咱们开除，他们内心有过不安吗？他们作为管理人，挣了大钱，却没有对破产财产进行尽职的调查，是他们做错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一方失职，另外一方要提起诉讼，我们代理其中一方，这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我就是觉得我出卖人了，是吗？我没觉得我哪儿做的不对啊。因此，咱们当初在许卓那儿工作了几个月，就因为你一句话，我们1分钱都没要就退出了，为什么呀？凭什么呀？我实话告诉你，我当时就想到了有今天，我才会同意放弃我们获得报酬的权利的。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得到一个大案子了，你们跟我说要放弃？没有，我也没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没想清楚吧。要不然秋华，你要是想代理你就代理，我真的不知道。要不我们代理鼎新吧？刘总对我们那么熟悉，我们现在提出要代理，他肯定会同意的。夏叔，你别说胡话了，行吗？你明明知道我们参与过卓越所的管理团队，我们要是代理鼎新的话，那许卓不是一下就抓到咱们把柄了吗？是，代理鼎新也不合适。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嘛？就因为对方是梁成所，就又触动你们的恻隐之心了，是吗？就显得我心狠手辣、手段卑劣呗？这不就是一个平常的业务吗？到底哪儿不对了？你们告诉我。
当初我在良城所被老韩欺负，我去找方立红诉苦，他同情过我。我们3个被扫地出门，他同情过我们吗？那陈硕为他们挣了大钱，出了事情他们一刀切割，他们同情过陈硕吗？那怎么到了我这儿，一个正常的业务就不能做，就得去同情他们呢？秋华，你别误会，我也没这么说，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们是什么意思？行，你们都比我高尚，都比我有同情心。你们都是有钱人，放着钱不挣，显得你们有气节。我不行，我穷，我得挣。你们要是不同意咱们所接，那我就去找别的所跟我一起代理了，行吧？那行，我同意。你觉得呢，夏叔？秋姐，你这是要和我们分裂吗？我没这么说。那我就同意。咱们3个说好的，永远不分开。我们是一个团队。行，那我就去找别的所跟我一起代理了。我相信任何一个所都会求之不得。夏叔，我没做错吧？不知道。其实秋华说的是对的，可是我确实也是做不出来。这一个案子会把良城所打成原始社会的。可是，不管是谁打，他们都会被打成原始社会的。你说的没错，我只是不想接自己的手。我也是。但秋华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要为了别人伤害自己的伙伴？我俩不接，他还可以接，应该不会伤害到他吧？不知道。如果真因为这件事情伤害了秋华，或者说伤害咱们3个人之间的关系，那才是不值得。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把他叫回来，然后我们接。哎，他怎么感觉怎么着都不对呢？被良城所轰出来才不到半年，咱们都有自己的律所。我把话撂这儿，等将来咱们搬到良城所楼上那里，咱们会怀念这儿。我这身边不是有一个那么好的你吗？行，咱们樱花所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只要不离职，就永远都是我的合伙人。
我不能因为钱放弃大家。这次我走出去，我们3个一定会分裂。对不起，秋华，真的对不起，是我不好，但我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起，秋姐，咱们这次就不沾手了。你放心，以后一定会有别的机会的。可你们知道挣钱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也知道，秋姐，我也尝过没钱的滋味。谢谢你。方律师，请问您对今天的案子有什么看法？请问对梁成所的指控是真的吗？您能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吗？走吧。方律师，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请您跟我们说一下吧。您说一下。不好意思，方律师，说一下吧，方律师。感谢各家媒体，我们现在要去开庭，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雷先生，方律师，麻烦您说2句吧。我们来旁听，希望梁成所能度过这次难关。你们带着祝福来，我们欢迎。走吧。这样没问题啊！今天用咱铜钱砸死。好。家里手机交一下。没想到，刘总找你做代理。陈律师，和同行学很高兴。这得问你自己啊，这个你最擅长的。好，一会儿别停的时候别客气。肯定不客气，客气的话对不起你之前对我做的那些事儿。可以了。嗯。鼎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赴京北卓越律师事务所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开庭。知道了。啊，这2位是我们所的创始合伙人，这个是罗律，这个是秋律。您好，你们好。哎，林女士，你们坐吧。您的这个情况呢，张安姐跟我说了个大概，但是详细情况还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谢谢。我的这个案子比较复杂，它是和家庭婚姻有关的。哦，林女士，您也看到了，我们律所的律师呢也都是女性，所以您说什么我们也都会理解的。您可以放心的讲，我们也会对您的隐私做保护。如果您还有什么顾虑的话，那我们也可以不做笔录。谢谢啊。我老公叫袁刚，他在一次潜水中发生意外了，现在脑死亡了。我们俩从认识到谈恋爱，再到结婚，感情一直挺好的。我有的时候都觉得我们俩挺像的，真的。
所以我们俩决定好不要孩子了，就踏踏实实的过只属于我们2个人的2人生活。我们都特别的喜欢极限运动，尤其是技术潜水。美纳多、阿尼洛我们都是去过的，我们还约定好了，如果将来有机会要去尝试一下洞穴潜水。我跟袁刚不仅仅是夫妻，我们俩也是特别信任的潜伴。技术潜水这个东西吧，毕竟是极限运动，它处处充满了危险。人在水下面，你经历一点小小的事情，你就会造成恐慌，而恐慌过后通常就是死亡。在水底下，我们俩等于是把彼此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交付在另一半的手上。我们这一次去菲律宾其实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休闲度假，但就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公司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有事情，我就让袁刚先过去。就在等我的这2天里面，他出意外了。他们这次一组是5个人下去，然后在上浮的过程中，他们就遇到乱流了，把他们冲散了。等他们再救到袁刚的时候，袁刚就已经昏迷了。我当时就直接奔到医院，然后医生当时又告诉我他已经脑死亡，醒不过来了。这件事情到现在就已经半年了。他现在是在国外的医院吗？我们在国外治疗了一段时间，但是很快国外的医生就已经放弃了，说他恢复不了。他们的生死观和咱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认为毫无价值的治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让我签字放弃，但我不甘心啊，我得让袁刚回来。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袁刚弄回来，现在他就躺在咱们的医院里面。那国内的医生后来是怎么诊断的呀？他们是怎么说的？你们看看这个，国内医生的诊断和国外是一样的。李女士，您来是想……我被袁刚的母亲告了，她想争夺袁刚的监护权。她这个时候向法院起诉，申请撤销您的监护人资格，为什么呀？应该是因为我正在和医生讨论放弃对袁刚的治疗。他醒不过来了，他现在就是靠着呼吸机维持，让他的躯体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俩谈恋爱5年，结婚7年，12年了。我太知道了，真的，我太知道这不是他想要的，他不想以这样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医生现在建议让我放弃。我同意了，但是我婆婆不同意，所以她这时候起诉我，希望夺回袁刚的监护权。她希望袁刚就像现在这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去洗手间，你继续。罗律师他们啊，没事没事。那个罗律师他们家之前也出现过您丈夫类似这种情况，所以他可能就医生，我目前这边还能再抢救一下。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如果您坚持，我们会全力以赴对您母亲实施救治。以她目前的情况，必须做气管切开术，但未必有效果。
这个决定还需要你们认真的考虑。我爱他，我知道他不想用现在的这种方式活在世界上。可这不才过了半年吗？他的脑电波早就已经变成一条直线，没有任何活动了。从现代医学的意义上说，他半年前就已经死了。那他母亲有几个孩子啊？只有袁刚一个。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母亲不同意了。其实我也是理解我婆婆这样做的。袁刚他爸爸走得早，现在袁刚也要走了，我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他即将失去儿子的这种心情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都不可能让袁刚再这样活下去。那有没有可能再等一段时间，比如说1年或者2年这样的？你们不认识袁刚，你们不知道他可臭美了，他特别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健身，就为了守住他那点肌肉，常年轻食，非常的自律。这刚半年，他的体型已经变了。医生跟我说，如果再过1年，他的体型会彻底的发生变化，也就是从一个人变成一具皮肤松弛、大腹翩翩、双腿如柴的尸体。我们俩约定过的，如果有一天遇到了这种情况，一方是必须要为一方负责的。我不可能看到我爱的人变成这个样子。我相信袁刚也不愿意。李女士，您跟您婆婆之间有钱的因素吗？我已经放弃了对袁刚财产的继承。我跟我婆婆说了，我会为她养老的，但是无论我承诺什么，她都不愿意。她只希望袁刚活着。哪怕是没有尊严，哪怕就像现在这样活着。其实我挺想问问你们的，大家都是女人，你们同意我对袁刚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吗？李女士，这个协议您回去仔细看看，如果没问题的话，就签上字儿，然后给我们寄过来一份就行。好，不用送了。啊，再见。李女士走啦。你们觉不觉得他做这个决定有点太着急了？毕竟袁刚倒下才半年。其实经历过这样类似事情的人，都能够理解吧。送最爱的人上路，活着的人是负担最重的。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爱袁刚？我相信是爱的。但是退一万步讲呢，其实这件事儿和爱不爱袁刚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毕竟袁刚已经呈脑死亡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送他走，这样不管是对他身边的人，还是对他自己，都好。哟，这都要4点了啊！今天有点沉重，早下班吧，各回各家。正好，我有个约会呢。其实说的就跟谁没有约会一样。我没有。哦。那我今天也带不了你了。陈硕约我吃饭。
你们都去约会了，我加班。走啦。陈先生，您终于来了。来了，丽萨。哎，里边请。哎。哦，丽萨，看来你是熟客啊，人都认识你。我们不熟吗？你都不知道，在这给你留位留了多少次，最后都变我一个人。光交定金交了快5000块钱了。你跟我提钱干嘛呀？等我给你报销啊？没门儿！不需要。哇，怎么样？很好看哎。多开阔。哎，陈先生，菜单。好的，给女士1份。哎，好，谢谢。把握好机会啊，今天可以大宰我一顿。行啊，高级菜谱，这是花了心思的哈。点什么好呢？2份雪燕，2份小米辽参。好的。哎，不是，我逗他玩呢，这些都不要。那个，您这有什么家常菜吗？对不起，小姐，家常菜没有。他也逗你呢。没事，我点。哎，2份雪燕，花椒黄鱼羹，加双杭白菜，加1份蟹粉豆腐。哎，好嘞。谢谢。谢谢丽萨。什么意思啊？那还没登记呢，替我省钱啊？不是你风格。那你还要不要？要。为什么呀？我哪知道为什么呀？就喝杯酒。为咱们撞车2周年，为我遇到了你，为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商量个事儿呗。咱俩都好了，住一起呗。干嘛呀？紧张啊？你要不想住我那儿没事儿，咱可以去你原来那房。别皱眉，我强调一下啊，之前银行把你房子收走，让你无家可归，挺可怜的，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我比市场价多花600万吧，我把它给拍下来，为什么？为的就想你有个家，为了把这房子还给你，感动吧？行啊，那我之后就住进那房子里面，然后每天我眼前就都是刘明的幻影，咱们3个人幸福的住在一起。傻不傻？风险提他干嘛呀？你我之前跟你说过了，不要再跟我提那房子，我是永远都不会踏进那房子半步的。陈硕，你是不是真傻呀？你就不会把那房子再卖了，再重新买套新的？写你名呗。那我是真感动了。那行，卖了给你买一个。不过你刚才说那话吧，老薛也说过。什么话？这仨人生活在一个熟悉的空间里边，我跟某一个男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哎。你看人老薛说话多体贴多到位，你跟人老同志学一学，好吧？行，可以。哎，我去趟洗手间啊。看来这地儿啊，你是真熟。咱俩这叫默契啊。哎，反正我不认识李四。怎么我这一回来变成烛光晚餐了？刚刚又是花椒又是雪燕的，穷奢极欲，少点浪漫。1块蛋糕。
一朵玫瑰，几根蜡烛就浪漫了。还行吧。你别告诉我这蛋糕里面有什么猫腻烂梗啊！我可什么东西都不想见到。里边有一枚戒指。真的？哎呀，太暴力了你！还好什么都没有，要不然就太土了。还挺好吃。这里边如果真有点什么，你觉得特别土、特别傻？傻，极致的傻，没有创意且很土，一点都不符合你精明又有品的人设。有品吗？有啊，自从认识我以后，有品多了。罗英子，嫁给我。飘飘荡荡，不着痕迹。你要是真的？真的，很认真。遇到你之前呢，我没想过要结婚。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就这么一辈子，不去太爱谁，谁也别太爱我。遇到你之后呢，我想法改变了。我就想跟你生活在一起，我想跟你结婚，我想娶你，让你做我老婆，我做你老公以后。那一片洁白的、柔软的云朵，承托着风和雨起回音的诉说，在暗间来回的沉默的穿梭，一点微波。会让它穿透那一片安心的、好整的云朵，微笑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别看了，很亮、很大、很配你。我就知道你会嫁给我，这点自信，特别自信。喜欢吧？给你配吧。那当然了，你送的能不配吗？哎，你帮着顶新打许卓那事儿怎么样了？许卓这人是不是特别不好对付？是不好对付，但得看谁对付他呀。放心吧，我让他蹦跶不了几。那聊聊你的律所吧，这也开业了，也不让我去看看，搞得神神秘秘的。说吧，招了几个前台呀？我先告诉你啊，比我岁数小的一律不许要，啊。还有，在创业领域当中，我也属于你的前辈。早点让我去看看，我还能帮你支支招。行，等收拾好了，我就请前辈去莅临指导，好吧？我这一段都累死了，代理着明山，还得跟明海谈判，手头上还有其他很多业务也要处理。宝薛也帮不上忙，天就在那说，什么岁数大了，如果让他多干活的话，那不成欺负前辈了？还有这方瑞，温室里的花朵，世家子弟，指不上的什么，大事小情全靠我，这辈子都没操那么多心，太不容易了。哎，但我反过来想，你说我们这铜钱所一开就这么多案源，开门红是不是？不是，等会儿，你们律所叫什么名字？铜钱啊，相同的铜，乾坤的乾，同一片天空，同一个信念。这怎么那么不像你说出来的话呢？你这个人有信念吗？明白了，同一个天空，同一个信念呢，我信你个鬼！你们律所是不是那个铜钱呀？铜钱儿？哎，铜钱儿，知我者罗正义。我就知道这狗嘴里吐出象牙来。哎，不过啊，铜钱儿也挺好的，外圆内方的，挺像你的。像我？你们呢？怎么样？没搬上17楼，是不是心里搓我着呢？
多少有点吧。哎，不过我们律所啊，今天接了一个案子，还挺特别的，是脑死亡患者监护权案，夏叔给介绍的。脑死亡的监护权啊？你说详细点儿，什么案子？就是我那个当事人，她丈夫有一次在潜水的时候溺水了，就变成脑死亡了，后来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国内外的医生啊、专家大拿的也都看了一溜遍，大致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放弃治疗吧，没什么意义了。那我这当事人也听取了医生的建议，就觉得她老公这样也挺辛苦的。但就在这时候呢，婆婆就出现了，不干了，就想把儿子的监护权给夺回来。别接这案子了，英子。什么就别接啊？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就是不愿意让你接这案子。不是，那你不愿意让我接，你给有个理由吧？这么突然啊？你当事人是不是叫李元？对啊。丈夫是袁刚。哦，你调查我？谁调查你啊？哪有那闲情逸致啊？我代理的她婆婆，她婆婆叫崔玉珍，要告她儿媳妇李元，懂了吗？所以呢？所以就别接了嘛。咱们俩在法庭上打对头也不是1、2次了，那以后在这条路上还经常见面呢。难道结个婚咱们就不能打对头了？以后见面都给躲着走？你要是这么不专业的话，那谈个恋爱结个婚就给这样，那你这戒指你还是收回去吧，我真不敢收。不，哎呀，我不是不专业，咱别的案子可以打对头，但是这个案子呢，特殊，不合适，咱俩打对头。那陈先生，我问问你，你觉得咱俩打什么样的案子合适啊？不互相伤害的案子就合适。不是，陈叔，我觉得你这一点都没有说服力。要不然这样吧，你要是真觉得这事儿能够伤害到咱俩的话，你就去找你的当事人去说去。你说我老婆这边不太同意，咱们俩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吧。不行，这案子我必须代理。那你太搞笑了，那这案子我也必须代理不可。除非你跟我说说什么原因，让我考虑考虑。不然我怎么退呀？哎呀，你怎么就偏得知道原因呢？不是你宁可接这案子伤害咱们感情也得接，是不是吧？是这意思吗？开始情感绑架我了，道德绑架我 ，PUA 我了是吧？哎，咱俩情感就这么脆弱呀？接个案子就给崩了是吗？不是，你当我求你行不行？咱不接了。今天这我刚求完婚这么开心，你为了我，好不好？不接了。陈硕，我也跟你说了。如果你真的不想让我接，你必须要告诉我原因，不然这案子我还真就给接了。老薛呀，特别讨厌，就说咱俩是属刺猬的，互相靠近的话就互相扎、互相戳，就伤害对方。不是老薛管别人家事儿干嘛呀？他一玩归的，你听他的呢。行吧，接，接。那带壳的哪等带刺儿的呀？你以后别瞎听他的啊。晚风吹拂尘土，模糊通往破晓的路。站台那场列车，往来又停住。树叶融了又枯，他却从未曾止步。年轮的刻度，无声岁月的记录。还想回我们我们各自孤勇的旅途，总会有光一束，不再温
该去何处？在这条无尽的长路，他怀抱着，倾听着我的理想与归途。